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361度的超新星2代 Supernova 2.0 Pro。这一双鞋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有非常多朋友在催我出这一双鞋的测评。OK， 那今天视频来了，还没有点关注的兄弟们可以点一波关注，好吧？在基础配置方面，中底依旧使用了全掌的超临界，在外侧用 TPU 材料控制住了中底的形变。虽然没有沿用上一代的前插碳板，但是在这一代身上用的这一块碳板的面积依旧不小。在同价位段的篮球鞋当中，配置依旧还是属于比较高的。鞋面使用了大量的 mono 纱与热熔材料组合而成，整体质感还算不错。在重量方面，单只42码，在340克左右，还算比较轻质。OK， 那基础配置播报完毕。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在基础3要素方面的表现：抓地、抗扭、稳定性。看一下它在这3项篮球鞋的基本要素方面是否合格。超新星2代的大底纹路还是比较新奇的，用361演化出来了一个新的图案。不过总体来说，就是用了大量的圆弧形纹路组成了它的大底纹路。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它的抓地表现非常出色，往任何方向移动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但是它在前掌发力点内侧的纹路实在是有点太浅了。在我们做交叉步后脚猛蹬地面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打滑的现象，脚底下踩不实。我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就因为这个问题滑倒了好几次，脚底下一发力直接就跪地上了，给我膝盖都跪紫了。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的抓地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基本上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而且它在吸灰控制方面做的也比较不错。大底的橡胶粘性不高，纹路之间的空隙也恰到好处，在实战的过程中基本不需要用手去擦着鞋底，就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但是想要拿这一双鞋用来打外场的兄弟们，还是要慎重选择。它在主要发力点位置处的纹路还是浅了一些，橡胶的硬度也并不高，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只能达到60出头一点点的样子。塑胶地还算勉强可以接受，但是水泥地的话，我建议就不要去考虑这个鞋款了，好吧？不过它现在500多的价格，我觉得要用来打外场，性价比还是有点偏低。等后续价格降到400以内，那打外场的兄弟们再去考虑是不是要购买。在抗扭方面，足弓处超大面积的碳板就是它最好的保证。中底的刚性非常高，在实战的过程中，不管做什么动作，球鞋都不会出现明显的形变，依旧跟上一代一样，有着职业级别的强度表现。而且超新星 2.0 Pro 并没有使用上一代身上饱受诟病的那一副前插碳板，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底支撑设计。中间一块大面积碳板，两头用的则是较软的 TPU 材质，很好的解决了上一代身上板脚的问题。而且因为没有前插碳板的加入，它的前掌非常容易弯折，内侧的中底材料释放位置也很好的给它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自然弯折点，强度出色，自然弯折点合理，完全没有问题。稳定性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宽大的大底，较低的中底重心，并且中底的缓震材料在外侧也做了全方位的加固，在实战的过程中，脚底下非常踏实，完全不会有不放心的感觉。OK， 基础3要素它顺利完成，而且每一项的表现都非常不错，抓地出色，稳定性优秀，抗扭更是超级高水平。这就说明了这一双鞋的下限是比较高的，无论它在风格化上面做的有多拉胯，它也绝对可以用来进行高强度的实战。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双鞋在那些风格化上面做的怎么样，看看这一双鞋究竟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一双。首先就是它的包裹锁定，这里先给大家来泼一盆冷水这一双鞋是我近几年穿过的所有篮球鞋当中，在初上脚的时候，鞋面体验最糟糕的一双篮球鞋，甚至没有之一。它的鞋面在新鞋状态下硬得跟纸板一样，在磨合期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煎熬，包裹超级生硬，毫无一点点贴合度可言。好在它的磨合期并不是特别长，大概实战2小时左右就可以很好的把它的鞋面给磨合好。在磨合完之后，它的鞋面舒适度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起码不会再出现鞋面卡脚之类的问题，鞋面的贴合度也会有明显的上升，初上脚时的那种双脚与鞋面毫无互动的感觉不会再出现。但是总体来说，它的包裹算不上特别出色，在鞋楦和鞋面的配合度上面做的并不是特别好。它的鞋楦是一个正常略微偏宽的鞋楦，但是361度还是想着要让大部分脚型的兄弟都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出色的包裹体验。那一般来说，我们会通过增加球鞋的内
内部填充，或者是通过更为合理的系带系统来提升它的包裹。而这一双鞋并没有使用这两种常规的解决方式，它的做法是把鞋面压低，脚背处的鞋面压得非常低。我正常高度的脚背在长时间穿着之后也会出现脚背被压麻的情况，而且几乎没有磨合的空间。它这样的做法加上它偏宽的鞋楦，导致它的脚型适配范围反而变得非常的窄。你必须要是脚背比较低的，而且你必须要同时是正常脚型或者是宽脚的，那这样你才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比较出色的包裹体验。而像我这样脚型略微偏窄的兄弟，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虽然它的鞋面确实能够很好的压住我们的双脚，但是在做一些侧向急停或者是大幅度变向的时候，双脚在鞋内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好在它这一个巨硬的鞋面让它有了非常出色的侧向支撑，让它尽可能的能减轻它前掌锁定所带来的副作用。好在它中后段的锁定做的都比较不错，在急停急起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至于它的尺码选择，我依旧还是推荐大家按照自己的正常尺码去进行选择。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42码，在长度方面还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可以适当参考一下。那很多兄弟可能要问了，我的脚背不低，但是我还是想着要去购买这一双鞋，可不可以呢？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过在购买了之后啊，我建议你可以替换掉它的原装鞋垫，给它更换一副更薄一些的鞋垫。虽然会损失掉一定的脚感，但是起码在舒适度方面会有明显的提升。那如果你又不想要换鞋垫，又想要买这一双鞋，我的建议是在系鞋带的时候，这中间的几对鞋带孔啊，尽可能的稍微系松一点，不要拉太紧，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它压脚背的情况，好吧？在中底方面，它依旧是比较典型的包底快靴，较低的中底重心保证了它的场地感，天刃的中底调教也让它有了出色的反应性。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不会有任何泄力的感觉。但是因为这一代放弃掉了前叉的碳板，所以如果你想要出色的弹射感或者说是中底的推进感，那这一代并不能满足你。它碳板两端连接的这两个 TPU 片并不能提供给我们明显的推进力，算是设计大于功能的一个物件。不过啊，虽然这一双鞋依旧是一双典型的保底快靴，但是它的缓震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对于大部分的外线球员来说，这双鞋的缓震绝对是够用的。比较在意缓震的兄弟们也完全可以放心，这双鞋的缓震极限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作为一双后卫鞋，它的中底过渡算不上特别丝滑，由于中底的碳板面积依旧不算小，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块碳板往后长的延伸做的还是挺大的。在跑动的过程中，当球鞋过渡到碳板这一块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中底的硬度变化，会有非常明显的在中底硬度上面的断层。当然，对于实战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中底的过渡也还算流畅，在跑动以及蓄力起跳的时候，力的传导不会出现明显的脱节。但是对比现在其他的一些品牌，361度啊，在这一方面稍微有一点点的落后。希望361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能够好好研究一下在中底过渡这一方面的学问，让中底的力传导更加的顺畅，也能让运动员们在跑跳的时候更加的轻松，更加的省力。虽然耐克这2年啊，在篮球鞋品类上大家都觉得他们好像不够上心，但是有一说一，在这一方面耐克依旧是做的最好的那个品牌。超新星 2.0 Pro 这一双鞋依旧是在同价位段单论配置比较高的那一个鞋款，但是配置的高低并不能代表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对于我们现在的篮球爱好者来说，好不好穿才是最重要的。这一次的 2.0 Pro 确实针对上一代的缺点做出了非常多的改进，但是在实际的穿着体验方面，它又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小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都不致命，但是总会让我们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非常的难受。现在500多的价格，我并不推荐大家进行购买，可能后面降到400以内，那到时候啊，脚背比较低的兄弟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其他脚型的兄弟们，我相信你们在同价位段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洋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洋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